把鸡蛋打在洋葱里面，没想到这么的好吃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洋葱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食材，很多朋友都喜欢吃。今天分享一道不一样的新吃法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紫皮洋葱，清洗干净，然后对半切开。接着我们再把洋葱二分为四。洋葱的营养十分的丰富，有蔬菜之王之称，做法也有很多种。但是在处理洋葱的时候，很多朋友都会流眼泪，其实这里面是有技巧的。今天就把不辣眼睛的小技巧分享给大家。把所有的洋葱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大碗中，接下来往洋葱里面加入一大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，一定要没过洋葱。我们要把洋葱放在淡盐水里面浸泡10分钟左右，这样处理洋葱的时候就不会辣眼睛。这个小技巧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。利用这段时间，我们准备一些配菜。准备小块去皮的胡萝卜，先切成薄片。胡萝卜我们尽量的切薄一些，然后再切成稍微细一点的胡萝卜丝。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，也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吃的。最后全部切成稍微细一点的胡萝卜碎，全部切好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小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段香肠，同样我们也把香肠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小条，最后全部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小丁。香肠不管是炒着吃还是蒸着吃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。这里我们也不需要准备太多，一小根就可以了。全部处理完之后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小碗中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的洋葱也浸泡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把洋葱全部捞出来，我们再来把洋葱给下刀。首先把洋葱全部切成均匀的细丝，我们也要尽量的切小一些。最后全部切成稍微细一点的洋葱丁。洋葱丁我们尽量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洋葱不仅营养丰富，而且可以增加食欲。平常我们多吃一些洋葱，对身体非常的有益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大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苹果，不要去掉外皮，然后切成薄片。我们也要尽量的切薄一些，然后再切成均匀的细丝。最后全部切成小丁，这里我们也要尽量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，和洋葱放在一起。接下来准备一双筷子，稍微的花瓣一下，使洋葱丁和苹果完全的揉合在一起。接着我们再往碗中打入几个鸡蛋，鸡蛋也不需要太多，3到4个就差不多了。有条件的我们一定要挑选土鸡蛋，因为土鸡蛋的营养更加的丰富。我们再加入少量的食盐和少量的五香粉调味，用筷子充分的翻拌均匀，使所有的食材和鸡蛋完全的揉合在一起。接下来往碗中加入一勺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加入太多，不然的话会影响口感。再次用筷子充分的翻拌均匀，这里我们一定要稍微的多搅拌一会儿，大约搅拌2分钟左右，搅拌至没有干淀粉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调个碗汁，空碗中加入一大勺的生抽，然后加入小半勺的蚝油，加入1勺鸡精，这里我们就不要加食盐了，加入小半碗的清水，用勺子搅拌一下，把所有的调味料搅拌至化开，
提前调好料汁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下面我们开始制作，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温烧热以后，我们就把洋葱、鸡蛋液倒在锅中，稍微的用锅铲整理一下，这样做出来的成品会更加的美观。全程开中小火慢慢的煎制，大约煎制1分钟左右。我们稍微的放动一下锅，这样可以防止粘锅，也可以使鸡蛋饼受热更均匀。大约煎至2分钟左右，鸡蛋的底部已经完全的定型了。我们借助一个盘子翻过来煎另外一面，我们要把两面都煎至金黄，把鸡蛋、洋葱、苹果煎出香味。这里我们一定要稍微的多煎一会儿，充分的把所有的食材煎熟。同样的方法，我们也要不停的放动一下锅，这样可以使蛋饼受热更均匀。用锅铲按压一下，没有回弹，证明现在的鸡蛋饼已经完全的熟透了。我们把煎好的鸡蛋饼盛出来，放在准备好的大盘中备用。另起锅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温烧热以后，下入切好的火腿丁，开小火煸炒，把火腿丁炒出香味。这里我们炒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大约翻炒10秒左右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把胡萝卜碎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胡萝卜碎炒熟。炒熟以后，我们再下入切好的葱姜蒜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葱姜蒜炒出香味。充分的炒香以后，我们再下入调好的料汁，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汤汁烧开，然后再加入少量的水淀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。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汤汁熬至浓稠，熬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把熬制好的料汁淋在鸡蛋饼上面，一道不一样的洋葱鸡蛋饼就这样做好了。里面加了苹果，不仅丰富了口感，同时还增加了营养。然后加入切好的葱花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的视频如果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